大家好，我是 Vera， 欢迎来到我的新的 channel Race in Peace。上一集驾 A186 Doge 的那个女生，你们好奇是谁是吗？冇錯，就係我啦。我們真的沒有想到，我們第一個 video 的反應會這麼的好，非常的謝謝你們。如果你們還沒有看我們 video 的話，下方有那個 link， 記得按進去看哦。然後順便 subscribe 一下我們的 channel，like 一下我們的 video， 所以下次呢，你們就不會 miss 掉我們的 video 了啦。A186 對很多頭文字 D 迷來講是一種神話，也因此對頭文字 D 呢有一種崇拜。那這一集呢就沒有Doge了啦，我會跟你講一講有關 A186。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開始吧。A186 呢有分兩款，一款是 Torano， 就是你們看拖海架的那種開關燈的，還有一款是 Levin， 就是 Fixed Lights 的那一種。So 你們是喜歡 Torano 還是 Levin 呢？那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哦。A186 在日語也是叫做 A1 86，它是從1983年推出，一直到1987年才停產的。那 A186 又是怎樣爆紅的呢？是因為日本漂移教父 Keiji Tsuchiya， 他是駕着 A186 創造了漂移技術，再加上1998年的時候呢，推出了頭文字 D 的動漫。就這樣 ，A186 突然間就爆紅了。Torano 是西班牙語來的，它代表着 thunder 的意思。Levin 呢是古英語來的，它代表着 lightning 的意思。怎麼叫 Torano 跟 Levin 呢？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它們的意思裡面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快。現在我來跟你們講解 Torano 和 Levin 的前期和後期是怎樣分。前期的 Torano 就是頭文字 D 裡拖海架的，和後期的 Torano 呢，就是日本漂移教父 Keiji Tsuchiya 的車。在1985年的時候 ，Toyota 有為 A186 改款過一次，所以在1985年之前出產的 A186 都是屬於前期版的，而1985年之後的 A186 都是屬於後期版的。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facelift 咯，分別在於它的 bumper， 整個 bumper 都不一樣。最明顯的是 signal 的燈，前期的 signal 燈呢比較小，後期的 signal 燈呢比較大。然後後尾燈呢，前期的上面有一條黑色的線，後期的線條是紅色的。前期和後期的 Levin 分別也是在於整個 bumper 都不一樣。前期的 signal 燈是比較小的，然後後期的 signal 燈是比較大的。後尾燈的部分呢，前期是一般黑色的線條，然後後期的後尾燈是一整條黑色和細白色的線條。除了3門 hatchback 以外，同時 Toyota 還推出了2門 coupe 的 model。車頭呢是沒有什麼改變，相差在尾巴比較長罷了。在大概1987年的時候呢 ，Toyota 又推出了一款限量版的 A186 Black Limited， 不多不少，全世界只有400輛罷了。雖然這款 Black Limited 很 rare， 但是 Malaysia 也有。它的 interior 呢是黑灰色的，印有金色的 ABEX 字眼，然後 meter 是橙色底的，金色的 snowflake trim 和 sticker， 還有金色的 Torano emblem。Torano 和 Levin 的外表雖然看起來很不一樣，但是它的心臟是一樣的，也就是 4AGE 16 valve。但是 A186 和 A185 具有很大的差別了。A186 的 engine 是 4AGE twin cam 16 valve 1006cc， 用着 EFI system， 也就是 electronic fuel injection。而 A185 的 engine 是 3AU single cam 8 valve 1005cc carburetor 罷了。所以這兩種 engine 的性能呢，根本就是相差天跟地啊！就好像頭文字 D 裡的 Isuzu， 他以為執到寶，買到便宜的86哦。那你知道搞烏龍買錯車，因為85和86的樣子看起來雖然是一模一樣，但是它的性能是相差一個天一個地啊，所以就被朋友笑到落地咯。就好像 Skyline， 一個是 GTR 樓，一個是 GTD，
根本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嘛。所以大家在买车之前一定要先做足功课啊。A186最常见的款式有3种，一种是前期版的，一种是后期版的，还有一种是 GDV 版本的。OK， 前期版的呢就是头文字 D 里拓海家的那一款，里面是红橙色搭配的。然后后期版的呢就是这一种，里面是深灰色搭配的。而 GDV 版本的和后期版呢就类似，但是呢椅子是有很明显的线条，然后后座是没有 armrest 的 ，OK。然后其实在日本呢有很多种版本的 A186，比如说 SE 啦、XR 啦、XL 啦、GT 版本的，但是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就在这边带过就好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再做多一个 video 让你们更加的了解。OK， 现在来到 interior 的 part， 这两的 interior 就是 GT Apex 后期版本的。它是深灰色的搭配，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dashboard、casing、seats 还有门板呢都是深灰色的。最经典的呢是它的 switch， 通常我们现在的 wiper 啊都是靠这边的 stick 来开的嘛，但是 A186就是不一样，它就是转这一边的 button 来开 wiper 的。还有这个灯呢，开灯也是用转的 switch 的。就是好像头文字 D 里面拓海它各车的画面，这个动作是最经典的。然后 gear knob 啊，也是 original， 它的 seat 是最特别的，为什么呢？你看它有这个 bump， 这个 bump 呢是 bump 起这一个 cushion 后面的，让我们躺的时候很舒服。然后最好聊的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直转的哈。它会让这一边更加靠我们的腰，让我们坐的时候更加有安全感，类似 semi bug seat 这样子的。OK，so 你这个帮，然后这边也转，它就 fit 你了，过后你就可以驾得很舒服了的。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按掉 deflate 它咯。所以大致上这辆车的 interior 呢保留得还蛮完整的。这一辆 A186是用 Varis 的 carbon fiber bonnet。Carbon fiber headlight cover, D-Max side skirt, TRD ducktails，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就是 sexy。OK， 现在我们来看 A186的 engine bay。哇 ，Carbon fiber bonnet 真的是这么轻哦！你看，我一只手都能这样子提起来耶，很轻，真的很轻。哇，我们能看到呢，这一辆车主是选择保留原装的 engine， 就是16 valve 和 TBIS 的 single throttle。那 for AGE 呢有分2种，一种是16 valve 和20 valve。OK， 原厂的16 valve 呢有大概110多匹的马力，那20 valve 呢又有分2种，一种是 silver top， 还有一种是 black top。OK，silver top 呢有大概140多匹的马力，而 black top 呢有大概150多匹的马力。So 有些人呢会选择upgrade 20 valve 来得到更好的性能咯。So 每一个车友呢玩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16 valve， 他们会选择继续 upgrade 16 valve， 比如说换 high cam 啦，换20 valve 的 4 throttle 等等的。OK， 除了 engine 呢，车主也换了 SAT 的 radiator， 还有 silicone 的水摆，所以呢，这样子它会让车的水温更加的稳定，也没有这样容易过热。OK， 这边呢有多装了一个 Casco 的 oil catch tank，then fuel regulator 也是换了 SAT 品牌的。OK，then NGK 的 plug cable 咯，它就会让打出来的火更加的亮啊。然后还有就是 Toda cam pulley， 还有 5-Ziegler 的 exhaust manifold。Starter 方面呢，车主也是 upgrade 了 Honda 的 starter， 这样子除了让车更加容易 start 以外，它也是可以提高那个 torque。OK， 所以大致上呢可以看到是，其实车主也没有什么大改，它只是换了一些基本上应该换的东西，让这辆车更加的耐用，比较持久咯，寿命会比较长一点。然后 intake system 呢，很多人会选择换上20 valve 的 4 throttle 或者是 Weber，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声音好听哦。第二，點解要換4個喇叭呢？型啦！ OK， 這輛車的車腳呢，
前面的 suspension 是用日本的 JIC 可调高低软硬，然后后面的 absorber 呢是用这 TRD 的 rim 呢是用 Adara Racing 的15寸 9J， tire 呢是用 Federal RSRR 的205/50/15。exhaust 方面呢是用这 TRD 的 Full Lock LSD，Final Drive 是4.3，所以呢它的牙比较长 ，Daily Drive 都不会很难驾。OK， 然后 bushing 呢，车主选择换了 TRD 的 Polyurethane bushing， 因为毕竟这辆车已经30多年了，所以呢换了 bushing 过后，这辆车的刚性会比较强 ，cornering 也会比较稳，然后车也比较听话。this all day. 一直在加陶醉的加罢了。OK， 回来，行啊。讲到86呢，我们就会想到头文字 D 嘛。说讲回去历史呢，把漂移技术发扬光大的人就是 Keiji Tsuchiya，就是那个在 Tokyo Drift 里面钓鱼的那个老头啦。
daily drive， 毕竟它能够调 high low soft，so 你喜欢硬的啦还是软的啦，你都可以自己 based on 你自己的感觉去调。那白白的也不好驾的嘛，好啊。还有就是它的 pop up headlights 超帅的，老豆，我要買，我唔要 GTR 佬啊，我要買 A186啊，老豆。好啦，这一辆车是 Racing Peace 的第一辆拍摄车啦，也是很独特的一辆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拥有一辆 A186。OK， 我解释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对 A186有更深的了解了呢？也是不是很想要拥有一辆 A186？ 马来西亚现在的行情呢，大概是100千到150千左右这样子。那你现在是不是在猜说这辆车是不是要卖的呢？对，没错，这辆车就是要卖的。车主开价呢120千。那有兴趣的车友呢，可以在下方的 Facebook page 这边联系我们哦。OK，A186 的 review 和讲解今天就到这边啦。有兴趣要买的朋友呢，可以在下方这个 Facebook page 这边联系我们哦。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subscribe 一下我的 channel Racing Peace， 还有 like 一下我的 video 哦。我们下次见，拜拜。